屏幕上有3个跳跃的小球，你觉得哪个会更流畅一些呢？那答案揭晓，它们的帧率是这样的，你猜对了吗？那这2年 iPhone 标准版都用上了120赫兹，电竞显示器卷到了400-500赫兹，甚至更高，所有人都在和你说更高就是更好。但我们多少会有个问题，这么高的刷新率，我们的人眼真的跟得上吗？那我们这期节目采用了120帧这个特殊的规格来给你做，我们想用这么一个特殊的高帧率视频，和你一起探究一下人类感知帧率的上限在哪里。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找了公司尽可能多的同事来做一个主观测试，让大家去直接看2个刷新率不同的小飞碟，盲选帧率更高的，然后不断提高帧率，看看极限在哪儿。那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手机上大家都能分辨出24帧和60帧的差异，但是60到120帧的提升，有人就觉得不明显了。而在27寸的显示器之上，很多人一眼就能够分辨出240帧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那关键的变量就在于视场角。你可以跟我们来做个小测试。现在画面里面有个小球在来回弹跳，对吧？当我们退远一点，你把手机拿远一点，你会发现这个小球运动起来看起来更连贯和丝滑了，对不对？但当你不断靠近，甚至把这个脸贴在屏幕上盯着这个球的时候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运动又有点卡卡的了？那真正影响运动观感呢，就是画面运动的角速度，不是别的。那同样的滑板镜头在手机上是这样的，眼球微动就跟上了，但是当我们在一台电视或者大屏里面看的时候，就需要你大幅度转动眼球跟上画面，这时候不足的帧率会让你觉得画面开始有点卡了，是在一格一格的跳动。那聊完了视场角的影响，我们眼球面对这种足够丝滑的运动，又是怎么分辨几百帧以上的细微差异的呢？那秘密就在于眼睛有一种工作模式，叫做平滑追踪。那当你在现实里面看一辆开过去的车，眼球会做平滑连续的追踪，但是屏幕里面它是一帧一帧的静态的画面。当你想要盯住画面里的主体的时候，你匀速转动的眼球遇到了屏幕里面一下一下刷新的帧，这两边一错位，静止的画面就会在你的视网膜上拉出一个模糊的残影。那在打电竞游戏的时候，这种模糊是我们不想要的，帧率越高，每帧停留的时间就越短，这错位感越弱，画面的动态清晰度也会提高。那这些场景之下，我们所说的高帧率，那确实是多多益善的。而手机虽然屏幕尺寸有限，但有很多软件和信息都是流逝的，需要你边滑边看，在滚动中看清文字、图片、商品。那其实眼睛就在不断做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追踪动作，再加上触屏这样直接的交互，那就意味着手机有大量的应用场景需要更高的刷新率，用户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提升。那我们回过头来又升级了一下我们的主观测试，再加上了交互的功能。现在大家能够晃动鼠标来感知小飞碟有没有跟手的感觉。那这时候再来测刷新率，有很多人都能辨别到270帧，甚至是540帧的提升。那讲了这么多，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电竞游戏，特别是 FPS 爱好者，那240甚至更高的刷新率，确确实实能够进一步帮助你看清战场，我们已经测出来了。但是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游戏，或者是刷信息流这种场景，120或者144帧已经足够跨过流畅的门槛，满足绝大部分的场景了。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帧率还有刷新率的一些测试，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。不知道你的手机或者显示器是多少帧呢？那对于高刷是用了就回不去了，还是觉得这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影响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感受，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这么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还有，我们身上还有这件全新的凉拌2.0，真的好穿，真的好穿。凉感21长版，速干防晒。回节目。一件只要79哦。